村里有个说法，家里老人满80以后要活气，用来延续家里的财运和福气，而活气就是要将人活活气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。我奶80岁的时候哭着求着不愿意去，可大伯和我爹2个人硬是捆了他的手脚送了进去。送饭的时候，我奶从缝隙里露出血红的眼睛，嘶哑地骂我大伯和我爹不孝。当天晚上，我奶敲门喊我名字，让我给他开门，可是我明明看见大伯已经把最后一块砖砌上了。悬疑小说千万，3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，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奶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要拿着院里的金条抽人，10里8乡都知道我奶就跟个罗刹似的，她只要骂起人来，能追到人家院子里骂个3天3夜，所以邻居见她都躲着走。我妈就是被她抽走的，因为我是个女娃，她看我的眼神总像是淬了毒。她80大寿那天，大伯给她碗里放了小山糕一样的肉，我奶虽然笑着，可嘴却不动，只看着这些来吃自己寿宴的人。村长端着酒杯跟我大伯说我奶命好，能活到80，还能给家里添福，末了还握着我奶的手直哭，说自己的母亲只活到70就去了。村里都说家里老人有过80的，都是大富大贵的家庭，嘴里哭着，言语里却都是对我家的羡慕。我奶说不上高兴，滴溜溜的转了一圈眼球，看向正在喝酒的我爹，幺儿啊，娘身体不行了，不然咱不去了吧。我爹自小没主见，当年我妈被我奶打得半死不活，我爹都不敢站出来说一句，哪怕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赔钱货，我爹也就站在那儿大气儿不敢出。他抬头看了眼我奶，又看了眼我大伯，我大伯是个硬茬，起了身就把我奶拽到偏屋，门一关，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再出来的时候，就只有我大伯一个人了，应付着寿宴结束，我大伯就拉着我爹往偏屋里去，我想跟，却被大伯一脚踹倒，丧气玩意儿，回你屋去。我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便跟着大伯去了偏屋。回屋的我越想越觉得委屈，眼泪唰的就流了出来，可也不敢大声哭，只得拽着被角抽抽。不多一会儿，听见偏屋传来了我奶的哭声，呜呜咽咽，断断续续的，就听见我大伯喊了一句，您就当为我们老李家积福了。突然我奶就不哭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我心中怕我奶出事，蹑手蹑脚的出了屋子，却看到我爹和我大伯将我奶跟个母猪似的拴在木头棍上，一人抬了一头准备往后院走。月色下只看见我奶双眼猩红，嘴里堵着抹布，满脸都是眼泪。突然我奶开始挣扎，似是看见了躲在水缸后头的我，我想起白日里大伯的一脚，害怕的往水缸后藏了藏。大伯将我奶抬到后院，那儿有个小黑屋，更像是狗屋。娘，你坚持坚持，我李家的福气就靠你了。说完便将第一块砖砌了起来。大伯砌完砖就和我爹回了院子，我刚从水缸露头，就听见我奶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，幺妹儿，你来看看奶，你来救救奶。虽然平时他对我不好，动不动就要用藤条抽我，可我心里实在也不忍他这样受苦。我悄默默的起身准备往后院走，却没想到被突然出现大伯拽住衣领扔到了水缸里，还没做反应就被大伯将头按在水里，鼻腔一痛，窒息感扑面而来，嗓子如同被人撕扯。我爹按住了大伯的手，这丫头以后长大要嫁人的，你这么弄死了，我彩礼不就打水漂了。大伯这才松了手。我扒着水缸喘着气儿不停的咳嗽，心里却全是冷意。我爹不在乎我死不死，在乎的是等我长大嫁人收彩礼，在他眼里我就如同他院子里养的猪，养肥了就可以卖了。你个丧眼的，你要是敢救你奶，我把你腿打断了卖给隔壁的光棍汉。隔壁的光棍汉快50了，小时候翻墙断了一条腿，吃喝嫖赌抽他占了个齐全，家徒四壁的只靠低保过日子。我害怕的全身打颤，只裹着落水的衣服赶紧跑回屋里。自打那天，我奶每到半夜都会喊我幺妹儿，你救救奶。我捂着耳朵不敢再听。这天大伯拉着我爹说县里有活，干好了能赚个2万块，只不过需要去3天。可这3天我奶的饭就没人送了。大伯从兜里掏出2颗大白兔奶糖，这是他第一次给我东西。幺妹儿，你在家里等着我和你爹回来，你每天中午去给你奶送饭，别忘了再加1块砖。我抓着糖的手瞬间就出了汗。大伯笑意盈盈的脸上突然一变，要是我发现你少砌1块砖，回来我就把你送到光棍汉的家里。我抓着奶糖的手猛然一紧，连忙点头，大伯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忘了的。大伯他们收拾完行李就出门了。中午端着饭菜的我刚到后院，就听见我奶气若游丝，你们丧天良啊，你们没人性啊。我把饭菜放到门口，不敢吭声，怕他知道今天送饭的是我。我奶枯瘦的手摸了馒头就开始吃，嘴里还嘟囔着你们要遭报应。眼看饭菜吃完，我伸手去收菜碗，却猛然的被他一抓，我奶从仅剩一张脸的位置将头探出来，她双眼布满血丝，几日不见，脸上的肉已经只剩一层肉皮耷拉着。她咧着嘴笑，幺妹儿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放你奶出去。我挣脱不开，却害怕的哭了起来。大伯会打死我的，你快放奶出去，你这个丧眼货。说着他用力的扯我，我的胳膊卡在石砖上，可他全然不顾，似是要把我拽进去。他就像疯了一样，松松紧紧的用力，不多一会儿我的胳膊就开始渗血。我心一狠，另只手一用力便掰开了我奶的手，因为里面有铁链拴着。我奶想再次抓我，却也够不到了。他张牙舞爪的犹如恶鬼，血红的双眼和枯瘦的胳膊在空气里抓着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丧尽天良的赔钱货，我就算死了也不放过你。我的心咚咚跳着，险些跳到嗓子眼。我拿起1块砖，抹了把眼泪，便将砖砌了上去。把你关进这里的是我爹，你要是报仇就去找我爹。后来的2天，我只要去我奶就骂我，难听的话不绝于耳，甚至
骂到断子绝孙。大伯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了后院，他满意的又塞给我2颗大白兔奶糖，拉着我爹进了里屋。你别说，自从爸妈活气，咱们的财运似乎出奇的好。那这是你的1万，今天就剩最后1块砖了，过了12点就去。我爹点头，一切都听大哥的。当天晚上我就再也没听见我奶的声音了。大伯弃了最后1块砖，似乎就放心了许多，便又带着爹去了县里。这次去了2天，回来的时候拿了2万块，还带回来一个人。大伯早年离异，无儿无女，一直想再娶，可奈何家里太穷，掏不起彩礼。而这次出去2次就赚了4万块，自然得给自己娶一个媳妇儿。新进门的媳妇儿张口就要4万彩礼，无奈之下向我爹开口。我爹也想存着再娶一个，哪里舍得拿出来。我大伯指着我爹就骂：你个没本事的，要不是老子带你赚钱，你哪会有这个钱？如今我有事向你借，你还敢不借？我爹抓着钱不松手。你想娶媳妇生儿子，我难道不想吗？大伯一拳就打在了我爹的脸上。最后的最后，我爹还是借了，早晚得借，白挨了一顿。于是大伯就开始操办喜事。自从大伯带女人回来后，我的身上莫名其妙出现一些淤青，似是我奶用藤条抽的。可我奶都已经活气10几天了，怕早就没气儿了。连着2天，我的身子到处都是藤条抽的淤青，我心里害怕，便找我爹：爹，我身上全是藤条抽的，是不是我奶回来了？我爹瞪了我一眼：你瞎说什么？你奶早死了，你再瞎说，我叫你大伯打死你！此时喜气洋洋的大伯嫌弃的看了我一眼：你赶紧把这个晦气玩意儿嫁出去！我爹因为钱对着大伯有点怨气，可也不敢发作，只转头瞪了我一眼。当天是大伯的洞房花烛夜，大伯高兴的送客，喝多上头的他步子有些不稳。宾客走后，理应是安静的夜里，我却听见我奶的声音了。可我不敢再去找大伯说，只把自己蒙在被子里。我奶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直到扣扣扣的敲门声响起。我刚起身准备开门，却又想到大伯此时在洞房花烛夜，肯定是不会来找我，而我爹从未主动敲过我的门。门缝里闪过一道黑影，然后就是我奶尖细的笑声：幺妹儿，快给你奶开门，让我进去！结！我头皮顿时发麻，门外的不是别人，是我奶。我分明看见大伯已经把最后1块砖砌上了，就连我爹都说我奶早死了。我盯着门缝，想要看清楚到底是谁，可全身发颤，也不敢起身。敲门声从刚开始的扣扣扣变成砰砰砰。死丫头，你快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我就进去把你吃了。我往后退着，躲在墙角。好一会儿，门外没了动静，我蹑手蹑脚的下了床，趴在门缝里朝外看，冷不丁的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出现。死丫头，看你往那儿躲，奶奶回来了！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哭着喊：奶，你别找我，不是我把你害死的。哭了许久后，门外才没动静。我偏头从门缝里看到我奶一瘸一拐的就往大伯的房间里去，边走边结的笑着。此时的我已经一身冷汗。次日天亮我才敢去开门。大伯春光满面的坐在院子里吃饭，而他新娶的媳妇儿正在院子里的大锅灶上做饭。他面无表情，嘴角却时不时的抽动，似是笑又似是在哭。突然他抬头对上我的眸子，头突然一歪，结的笑了起来。我往后退了2步，却刚好撞到大伯端汤的碗。大伯转手就给了我一个巴掌，我顿时耳鸣，嘴角一股铁锈味。走路不长眼吗？我颤着手指着大伯新娶的媳妇儿。大伯一把打掉我的手，喊大妈，没点教养。大妈笑着把菜端了上来，然后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，来吃肉。大伯满意的张口吃了下去。我爹啐了一口，端着稀饭一咕噜的喝完就出了院子。院子里只剩我们几个。大伯平时并不爱吃肉，可这次却一口一块，鼓囊着腮帮子，满嘴流油。眼看腮帮子快要撑爆，却还是往里塞着，可能是身体反应，大伯张口就吐了出来。一块块的烂肉带着血丝被大伯吐了出来，细看之下，那烂肉里还有蠕动的蛆虫。我顿时尖叫的冲出院子，看到我爹在门口跟人聊天，抓着他的手就哭。大伯他可却不知怎么描述，只得拽着我爹往院子里走。我爹被拽得不耐烦，一把将我甩开。你没长嘴，不知道说话。我指着院子里，此时的大伯口吐白沫的躺在地上抽搐，也幸好我爹送的及时。卫生所医生说大伯是食物中毒，住2天院就好了。回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大妈正捂着脸哭。我哪里知道林子里的蘑菇有毒啊，说着往自己脸上扇了2巴掌。我爹按住他的手，林子里蘑菇多，你不认识也正常，大哥没事，明天就可以回来了。大妈这才握住我爹的手，用脸蹭着，谢谢小叔子了。我爹脸一红，却也不把手抽回，只得憨憨的笑着说不客气。大妈的嘴是笑着的，可眼里毫无生气，说不上哪里不正常，但就是看着让人害怕。我开口提醒爹，你该回屋了。哪成想我爹转头，眼里透着杀气，滚回你屋里。那声音粗狂之极，根本不像我爹平时的声音。而且我爹虽然也不喜欢我，但他性格懦弱，从不会这么凶狠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却看见大妈用舌头舔着我爹的手背，嘴角一抽一抽的。我顿时打了一个激灵，转身就跑。此时的村长刚脱衣服准备睡觉，我就哐哐哐的敲门。村长开门见是我，打了个哈欠问幺妹儿，大晚上来是有事？我喘着粗气，断断续续才说完一句话，村长，我家闹鬼了。村长拉了拉衣服，因为村里活气的原因，偶有闹鬼事件，但也不算严重，一般劝一劝，老人也就走了。他转身拿了个手电筒，走，我去你家看看。我带着村长一路小跑到我家院子，院子里漆黑一片，唯有大伯
伯的屋里亮着，窗户倒映出2个人影，一个人趴在那里，还有一个人在他身后前前后后不断活动。村长捂住我的眼睛，造孽呀！我扒开村长的手看向屋里，心下一阵疑惑，我大伯出院了。村长一愣，才想起来他刚从我大伯那儿回来，不可能这么快出院的。他面上一屏，这才进门的媳妇儿就这么不守妇道，说着就要冲进去，俨然一副抓奸的架势。门一打开，村长蹲在那，手电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我爹此时双眼猩红，在他的面前是一只母猪，他光溜溜的身子一丝不挂，此时和母猪紧密贴合，他咬着牙一次次的用力，母猪嚎叫。村长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便要去拉我爹。哎呦喂，李二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可我爹此时埋着头，似是听不见我们的呼喊，一次一次的摩擦让他下腹间有鲜血渗出。村长的手刚碰到他，他呲目欲裂的大叫，都去死，都该去死！鲜血顺着他的大腿流在地上，可我爹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村长也被吓得不轻，颤着声说，你家这邪祟，我得请大师来。我看着村长面色发白，心里也害怕的不行，你且在门口守着，我这就去寻大师来。我抓着村长的胳膊，可我爹这样会不会？邪祟怕光，公鸡打鸣，你爹就能恢复正常。我现在去寻人，大概明儿晌午就能到你们家。说着转身就跑，我也跟着到了门外。本来就害怕的不行，却又听见我奶的声音由远而近，幺妹儿，你救救奶，你救救奶。刚开始还是幽怨，后面越来越凶狠。你个丧天良的小畜生，让我看看你在哪儿。我躲在院子里的水缸旁，闭着眼睛祈祷天赶快亮。衣服已经被冷汗浸湿，我强迫自己闭着眼睛。身后的水缸让我觉得有短暂的安全感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奶的声音就消失了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偶有风声。迎面而来的冷风使得我慢慢睁开眼睛，却看见放大无数倍干枯松皮的脸。我奶一双眼睛布满血丝，结的笑着。我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。原来我奶一直看着我，她在等着我睁眼。我被一双枯柴般的手死死地掐住脖颈，窒息感迎面而来。我奶结地笑着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此时，咯咯咯，院子里的公鸡终于打鸣了。脖尖一松，沉重的空气忽然贯穿我的胸腔，我像是活过来一样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而里屋，我爹早就昏倒在地上。随着大师来的还有大伯，他面如菜色，似是大病初愈。村长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村长这才一五一十地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随后叹了口气，怕是你妈回来寻仇了。大伯啐了一口，死了也不让人安生，活气不能及水，水是阴，会吸收阴气，怨气成煞。你可有给你妈喝水了？大伯摇头，我日馒头咸菜送着，不可能给她。说着，突然将目光转向我，他咬牙一脚踹在我的心窝子上，我险些一口气没上来，心口的闷疼让我眼泪顿时涌了出来。大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是的，我送饭那天，奶奶说她实在口渴的不行，让我给她喂点水，我哪里知道活气不能喂水，于是送饭那3天我都会给我奶拿一碗水。我爹此时也清醒过来，想到昨天的事儿，心生悲愤，从旁边拿起镰刀就要往我身上砍。村长一把拦住，你干什么糊涂事？你这是杀人，犯法的。大师也把我护在身后，你们自己的孽障，为难一个孩子做什么？村长哈腰，大师您看这邪祟怎么除？大师环顾一周，邪祟成煞了。你母亲是怨气太重，此时的她已经不是恶鬼了，而是煞气，而煞气需见血才散，你们怕是难逃一死。大伯膝盖一软就跪了下来，大师求您救救我们，你们的母亲埋在哪儿？我爹赶忙把人带到后院，这是我奶被活气以后我第一次来这儿，一股刺鼻难闻的味道灌进胸腔，我往后退2步，大师开口，打开。大伯侧身拦在黑房子前，不能打开，打开我们老李家的福气就要散了。大师抿着嘴转身就要走，村长一把拽住大师，朝着大伯就骂，你个糟心玩意儿，你家这是遭鬼了，想活命就听大师的。我爹松开捂着裆的手，拽了拽大伯，大哥命重要啊。眼看大伯不做反应，我爹转身就拿了铁锨，一把就把门口的砖推倒了。里面我奶靠在墙边，一身松肉扒在皮肤上，鼻子眼睛是3个血窟窿，似是被耗子啃掉了，可嘴角却挂着笑，诡异至极，煞气护尸。这几日尸身不腐，就是煞气太重导致的。大师叹了口气，你们简直就是丧尽天良。大伯这才反应过来，扑通一声又跪在地上，求大师救救我们。大师转头看我，你说你看见你奶了？我害怕的点头，看来你奶第一个想杀的人是你。我如坠冰窖，杀他的人是大伯和我爹，可他就算变成鬼，第一个想杀的竟然是我，而我当初还想把他偷偷放出来。今晚入夜，你在院子中间等你奶出现。我摇头，我奶会杀人，我不去。大伯起身拽着我的头发就一巴掌扇了上来，你要是不去，我打断你的腿，把你送到王老汉家。院子里是大师部的阵法，一圈红色绳子上都是小铃铛，我就坐在院子中间，乌云蔽月，阵阵冷风吹来，铃铛却不响。幺妹儿，你在哪儿？奶看你。声音由远而近，铃铛突然大响，我颤着身子抓着自己的裤腿，紧张的气儿都不敢吸。远处我奶一瘸一拐歪着头从院门进来，她的头就跟挂在肩上一样，软塌塌的，嘴却结的笑着。
原来我的幺妹儿在这儿呀！结，一个呼吸间，我奶便出现在了我面前，她放大的脸上只有3个血窟窿。我哭了，奶，不是我害的你，太冷了，有老鼠啃我的鼻子。幺妹儿，我喊你，你为什么不来就奶？你为什么不来就奶？我感觉脖子顿时被巨大的力量扣住，胸腔里的空气被挤压干净。我伸手想向我爹求救，却看见我爹躲在大师身后。大师拿了一把桃木剑，叽里咕噜念了一大堆咒语，铃铛越来越响，仿佛要把耳膜炸开。终于，在我意识即将涣散之际，空气涌入鼻腔，耳边再没有我奶的声音，周围一片安静。我眼泪还在流，捂着脖子看着薄情的大伯和我爹。大师走后，家里恢复平静，每天晚上再也没有我奶的声音。可我大伯却和我爹商量着，我已经15了，要把我嫁出去。我爹说彩礼要5万，我大伯说我爹傻，你丫头那是个黄花大闺女啊，卖5万便宜了，最起码要8万，我拿3万，剩余5万你娶个媳妇儿，生个大胖小子。我爹转头瞧了我一眼，村里有钱的也就那个二傻子了。我说的可不是他，村里二傻子说他傻，那可不是真傻，早年受了刺激，精神不正常，爱打人，娶过一个媳妇儿，被他失手打死了。爹在县城能赚钱，所以在村里他就跟个霸王似的，但也因为性格狂躁，没人愿意再嫁给他。30多了还单着。我爹点头，是个好主意。二傻子他爹听说有黄花大闺女嫁给他儿子，二话没说就给大伯打了5万，让1个月内把婚礼办了，实在不行先洞房也行。我爹说洞房可以，得把8万块现在打过来，商量不下，于是都决定结完婚再把我送过去。这天我计划从我爹那儿偷点钱，坐车跑县城，再转车出去城市打工。于是当天我早早的就爬在了我爹床底下，等着我爹睡着了再偷钱。好不容易等到天黑，我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吱吱呀呀的声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没过一会儿，门被推开，一双穿着小皮鞋的脚慢慢走了进来，可细看之下，他竟是踮着脚尖走路，轻飘飘的。我爹只喊了一句宝贝，床便开始吱吱呀呀的响了起来，整整一晚上没停下来过。床板之间渗出丝丝血迹。天亮之际，大伯推门进来，却双眼血红的编着一把斧头进来。我爹起身想跑，却被大伯一斧头砍在脑袋上，顿时头晕眼花，栽倒在地上。当看到床底的我，愤怒之下一把把我拉出来，挡在身前。眼看镰刀就要落下，门被一脚踹开，村长气喘呼呼的喊了句住手。我侧身一躲，却还是被砍到手臂上，顿时深可见骨的肉翻裂开来，血流如注。我眼眶一红，连滚带爬的想逃离。狗东西，你敢睡我媳妇儿？大伯双眼猩红，咬牙切齿，似是疯狗般的举起斧头。我爹抓着我的脚想再次把我当作挡箭牌。村长喊，你且看看床上是不是你的媳妇儿呀？大伯和我爹同时转头，床上只有一头母猪，吭哧吭哧的躺在床上，破旧的大花床单上都是血迹。大伯的斧头哐当一声的落在地上，我全身发颤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进来的是一双人的脚，而且一晚上我都没出去过，怎么可能活生生的一个人变成一头猪？我爹捂着裆开始哭喊，村长倒吸一口冷气，不禁用手放在自己的裆上，我爹那里就像软塌塌的一块烂肉，不停有血迹涌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伯颤着声音，我明明亲眼看见我媳妇进了这屋，突然他四处转头，那我媳妇儿呢？也许你根本就没有媳妇儿。门外大师手持桃木剑走了进来，我爹爬起来，邪祟不是已经除了吗？你们身上还有孽障，如果想得救，就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大伯一愣，看向我爹后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大师说的是什么。村长恨铁不成钢，你俩快些说吧。大师说煞气根本就没除掉，如果你们再不说，怕是村里的人都要跟着遭殃呀。大伯梗着脖子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要我说什么？我爹再也忍不住爬了起来。我说大伯和爹有时候要去县里打工，那一年他们跟着一个工程队当小工，县城里的姑娘都特别水灵，还有些是大学生，其中一个工人的女儿就是大学生。他那天给自己的父亲送饭，当天正是晚上，我大伯喝了几瓶二锅头，醉醺醺的看到了那个大学生，色心一起，便对他调戏了几句。大学生哪里受得了这样粗鄙的人，当即就甩了大伯一巴掌。大伯一生气，就在那个未完工的8层楼里侮辱了那姑娘。事后怕工头发现，便喊了我爹，想把女大学生绑回去。我爹哪里敢干，毕竟是县城里，做坏事是要被警察抓走的。于是大伯说，姑娘绑回去以后，我爹可以睡3晚上，他们自小就没有善。于是两人合伙将大学生绑回了家。事后我大伯还对那个大学生父亲的安全绳做了手脚，活生生的一个人因为安全绳的问题坠了楼，当场死亡。女大学生刚开始还在哭闹，我大伯得意洋洋地说，你爹已经死了，你现在能依靠的就是我，你给我乖乖的生个大胖小子，我不会少你一口饭。女大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突然就疯了。后来大伯告诉我，他新娶的大妈跑了。我那时候小，只觉得那个大妈长得好看，说话总是温温柔柔的，可突然有一天他就疯了，再后来他就跑了。大师问，他真跑了？活着？大伯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我爹喊他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大师问。大伯这才蹲下来捂着头，我也不想的，毕竟他年轻好生养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杀他的。疯了的女大学生每天都是摔锅砸碗，有一天趁着大伯睡觉，拿着刀险些把大伯砍了。大伯一生气便打了他一晚上，能用得上的工具都用了，皮带、凳子、木棍、水壶，直到他奄奄一息，似乎恢复了神智。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的人生还长。大伯气得又是一脚踹在他的头上。等我爹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断了气。后来两人怕被发现，于是将他的尸体用粉碎机粉碎，掺在了猪食里面。大师听完后摇摇头，无人自救，你们已经是死路一条。此时狂风大作，煞气成型，白日已经无法控制他了。凄惨的哭喊夹杂着尖锐的笑声侵袭而来，那股冷风却直冲我的面门。大师一把把我拽在身后，一双穿着皮鞋的腿，一只有着猪蹄子的手，空荡荡的脸上到处都是烂肉横飞。为什么你也是他要杀的人？你又做了什么？我哭着摇头。那天其实我看见了，我在窗户看到他濒临死亡的求救。我当时太小了，可我知道，只要我跑去村长家报信儿，或者去街头那家小卖铺里打个报警电话，也许他就死不了。可我太怕了，我自小被大伯打，我爹从没帮过我，只是做一个旁观者。我也数次差点被大伯活活打死，身上的疼痛在提醒着我，如果我帮了他，那么以后更惨的就会是我。所以我选择了捂着耳朵回房。那一晚上，锯骨头的声音和绞碎机的声音不停磨着我的耳膜，我哭了一晚上，直到第二天，大伯云淡风轻地告诉我他跑了。可猪圈里那猩红的饲料在提醒着我，大伯他也会这么对我。于是我装作不知。大师桃木剑碎裂，你们孽障太深，我无能为力。说完看向村长，明日将这院子用这道符贴好，每日3道香，749日便可把符咒取下，这样可保你们村不受牵连。我大伯抓着大师的手，那我怎么办？大师甩手，听天由命，看看你如此孽障，是否还受神明庇佑吧。说完就拉了村长出了院子，门被关上。我爹突然起身，就朝着院子的空地跪了下来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杀你的人是我大哥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大伯刺目欲裂，抓着我爹的领子就是一拳。什么叫杀人的是我？难道每天过来折磨他的人不是你？爽的人不是你？我爹支支吾吾咚咚又是磕了2下。我知道一命偿一命，我的幺儿给你偿命，你只要放了我，他偿命。大伯也跪了下来，对，幺儿偿，他见死不救，害你他也有一份。我突然就笑了起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怎么可能做了恶事没报应呢？可我这一生又有什么错？我没上过学，我不懂做了恶事的人应该受到什么惩罚。我没有妈妈，没人教我要如何以善待人，但我终究是错了，我成了恶人。狂风大作，风中夹杂着尖锐的笑声，似是要划破耳膜。大伯突然眼睛开始冒血，耳朵也开始冒血，他的四肢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，只听见咔咔咔的几声，他就像一滩烂肉一样倒在地上。他呼喊啊，可话还没说出来，一口鲜血就涌了出来，密密麻麻的白色蛆虫不停翻滚，旁边的绞碎机突然就开始运行，它就像有生命一样，慢慢的在往大伯身边移动。我大伯哭喊，此时的他鼻子眼泪沾了一地的灰尘，可绞碎机还是一寸寸的把他的脚吸了进去，鲜血四溅，伴随着大伯的叫声，大伯的身体就像一块破布被卷进绞碎机里，然后眼球爆裂，再无声息。而我爹早就已经吓到瘫软，他爬都没有力气爬，只在原地跪着。突然他身体就像被禁锢住一样，只剩2个眼珠子滴溜溜的转。门外突然闯进一群流浪狗，哥哥龇牙咧嘴，手冲的是一只体型较大的恶犬，一口便咬住了他的关键处。只见他头一转，就生生拽下一块肉来。我爹就那么坐着，被一群流浪狗围着，连一声惨叫都没有。恶狗的低吼声和肉被撕裂的声音充斥在我的每一个感官。等恢复安静之时，我爹就只剩一副七零八落的骨头架子，带着猩红的血肉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人。我看着那个怪物离我越来越近，我闭上眼，幻想我的死法应该是怎么样，反正应该也是血肉横飞吧。可过了许久，我都没听见声音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面前是扎着2个麻花辫的姑娘，她有着2个梨窝，笑起来如沐春风。她就那么看着我，眼中盈盈泪光。在这个血腥如地狱的院子里，她就像天使。妖妹，你连个名字都没有吧？我突然就哭了，心中的酸涩让我泣不成声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我奶打跑了，大家都一直喊我妖妹，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取过名字。我捂着脸，眼泪从缝隙流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她的手附上我的手，微微一笑。我们没办法选择生我们的人，但我们能选择自己的人生。我是没机会了，你去替我完成好不好？我脑海突然回想起一幕，他刚被绑过来的时候，我偷偷给他送饭，被大伯发现，大伯当时就用金条抽我，他抱着我喊，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求你了。原来他保护过我，我心中淡然，抬头笑了起来。我的命陪你，傻瓜，以后你叫向阳好不好？向阳而生，人生坦途。耳边的风声逐渐散去，只留下空荡的一句，离开这儿吧。被无知拖拽的人生。后来院子里着了火，那场火很大，尽管院子很小，却烧了3天3夜，怎么扑都扑不灭，就连县城里来的消防队都扑不灭。于是引来了县城里以及市里的电视台采访，而那场活气的可笑传统被揭露，被谴责的同时，有关单位下乡去那些偏远的地方，摒除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传统。而我在电脑前把这个故事写完的时候，才算松了口气。对呀，我能选择自己的人生。